最近花花的铁粉买了一盆仙客来，不知道怎么养护，就给花花留言，说想看仙客来的养护技巧，这种合理又应景的要求，花花必须满足。其实，这位粉丝问仙客来，还真的算问对了。虽然花花养多肉植物，但是仙客来也是养得很好。去年花花的仙客来不但花开不断，还结了很多种子。仙客来的种子是在花脱落后，形成一个圆圆的沉甸甸的小绿球。说起仙客来，它的花期很长，一般从每年的11月份到第2年的4月份，期间正逢元旦、春节，摆放在室内，十分的喜庆，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但是在养护的过程中，也会遇到仙客来的花朵和叶子越养越少，而且叶子也会不断发黄发软，有的花苞不开花，花苞掉落等情况。那么怎样才能像花花一样，花开不断，甚至结出种子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，所以在平时养护中，如果遇到多肉烂根、化水、徒长，以及找不到养护方法的，还请关注我的频道，相信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。其实仙客来的养护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只要做好这4点，保你们家花开不断，种子收不过来，来年种出千百棵小花苗。接下来一起看看吧。1. 购买盆栽技巧及养护。购买仙客来盆栽有一个好技巧，最好不要选那些已经换好盆的，特别是换到那些透气性、排水性不好的陶瓷盆里，又或者是养在一个特别大的花盆里。虽然这些仙客来刚开始看起来特别美观，但后期特别难打理，还容易引起烂根黄叶。仙客来最好买那些用塑料盆栽培的，叶片暗绿油亮旺盛的，如果植株中部有一些花苞，或是正在开花的，都可以购买。因为这些塑料盆养殖的，不但价格便宜，后期容易打理。买回来后需要注意2点。1. 不要换盆。盆栽仙客来在开花期间，买回家里一定不要换盆，即便是有部分土壤散掉了，及时添加一点土壤就可以，因为在花期换盆，容易导致花苞掉落，还容易引起烂根黄叶。如果实在觉得不美观，可以在原盆外套一个好看的花盆。2. 叶子特别少的别买。有一些花店的仙客来叶子特别少，但在开花，这种仙客来很有可能就是不健康，之前的黄叶被揪掉了，所以叶子看起来特别少。而仙客来出现黄叶的情况，基本就2种情况，一种情况就是盆土持续潮湿，引起烂根，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黄叶；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盆土长期干燥，但干燥的叶片会软塌下来，贴在花盆上，相对还是比较好辨别的。2. 浇水。给盆栽仙客来浇水也有技巧，一般是建议直接浇到盆土中的，但很难避免不会浇到叶子和花朵上，所以建议大家用浸盆的方法来给它补充水分，但最好不要让它的块根和叶柄沾到水分，来减少烂根的风险。具体的操作也非常简单，准备一个浅盆或大托盆，放入一些清水，将盆底直接放在浅盆里，浸泡15至20分钟之后，拿起来沥干底部的水分，这样就可以及时补充水分，又不会让它的叶子、叶柄和块茎沾到水。这里要注意不是整株，而是盆底浸泡。如果你喜欢给仙客来喷水的话，那么就会加大黄叶烂叶的风险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浸盆法的话，直接浇水也可以，但是最好把叶子和花都轻轻抬高，保证水直接浇在土壤的部分。判断仙客来缺水的话，可以将盆栽拎起来，稍微掂量一下重量，盆土比较轻了，就可以直接浸盆一次。如果有段时间忘记浇水，仙客来的叶子花朵都会耷拉下来，这个时候就是缺水的信号，就可以补水了。补水后，如果叶子和花朵都坚挺起来的话，证明是缺水。但如果浇水后还是没有变化，那么10有8九就是烂根了。3. 施肥。给仙客来补充肥料也特别简单，花花建议用液体肥，这样容易吸收。但液体肥也千万不要施在叶子或花朵上，容易烧伤植物。特别是花期中开花旺的时候，先补充水分，然后补充肥料，这样能让花开得更多、更久，也能促使开花后结出种子。一般花开败后，茎秆就会软塌，甚至干枯，但是如果花开过后，茎秆还是坚挺的，
而且顶端好像有一颗小绿豆一样的东西，恭喜你，这个就是种子，可千万不要剪掉哦，因为毕竟结出种子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，这个种子会越长越大，我们要等它一直长，慢慢就会出现泛黄、微微裂开的时候再剪下来，这个时候的种子才是可以种植的。4. 摆放位置。仙客来喜欢温暖的环境，而它又是冬季的大热门，所以像花花一样，冬季寒冷的地区，买回来后可以一直放在南阳台，每天能见到阳光的地方，隔着玻璃也没关系。如果是室外养护的话，根据自己所在地的气候，注意早晚温度，低于15度的话，不建议室外养护，温度太低的时候，可能会引起冻伤。如果家里阳光不够充足的话，那么可能它会长叶子，而且茎秆也会拉长，开花可能不会太理想，当然结种子更不太现实。仙客来的生命力还算顽强，有时候缺水已经很严重了，但是加上水之后，马上叶片就会站立起来。有很多时候叶子已经掉光，只有块茎了，浇水后还是会冒出小芽的。总结，养殖仙客来其实不难，只需要把以上提到的4点做好，保准花开不断，硕果累累。你家里有养仙客来吗？欢迎留言。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有不足和纰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花花制作视频不容易，喜欢的话请点赞，并多多帮花花转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